我是动了8颗卵子，相对于我这种单身的人，就是有点像买保险的感觉，就是为自己买一个生育险。我是在医院当医检师，今年31岁，目前单身，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40岁都没有结婚，然后就会担心自己的生育的能力，因为自己也是想要未来有小孩的。我是动了8颗卵子，这个颗数可能可以生1胎。其实冻卵它通常还是要经由一个促排针剂的一个刺激，让它在这个周期当中能够获得较多的卵子抽取出来，再经过一个特殊的冷冻的过程，将卵子保存起来。这个我们叫做生物保险。那他将来就是请先生取出精子之后，在实验室解冻卵子，让它能够受精成功，形成胚胎之后，我们再移植到子宫里面去。现在女性也讲求高学历，在工作职场上她要力求表现，有这个冻卵的一个技术之后呢，她们其实就会比较不会有后顾之忧。第二个，我是觉得说，其实现在女性即便她婚了，她还是不想生，可能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有问题，那更不要讲现在养育生育的这个费用也逐年的上升。因为以台湾现在的统计来说，从以往的平均年纪28岁，现在已经往后延到30岁，甚至35岁高龄生子的比例已经占了接近30%左右。在医学角度来讲，如果38岁以前的卵子，它的良率比较高，所以大概可以保存10到15颗。但是如果38岁以上的话，通常卵子的良率比较低，所以它可能需要保存20颗以上的卵子，它才有可能怀孕成功。2006年我们开始在做冻卵保存的时候，几乎来冻卵的年龄都是在38岁以上。2016年以后到现在，年龄层下降到36岁。以现在台湾大多数来做冻卵这个治疗来说，平均一次的疗程费用大约是3到4万的人民币。冻卵的保存费以年为计算，那1年的费用大约是人民币1500。冻卵的客户以工商业或者是老师，甚至可能医疗人员会居多。其实最近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个案，他今年来冻卵的年龄只有23岁，应该是我们这10多年来冷冻卵子最年轻的个案。因为他本身罹患子宫内膜异位症，有可能会面临到需要摘除卵巢，所以前几个月他来这边做冻卵，即便他将来没有制造卵子的机会，但是他已经有23岁的年轻卵子。前几年当然是有一个要到英国攻读博士的一位女生，一旦研读下去就要耗时她至少要5年以上的时光，所以她母亲带她来，也希望说她出国前能够将她现在最年轻最珍贵的卵子先保存起来，也许她5年后10年后学成归国，找到了一个适合的对象，那她也不用再担心她的生育能力会有影响。一般如果是在38岁以前，它的卵子解冻的复苏率都还有95%以上。可是如果38岁以上的卵子，大概存活的复苏率有80到85%。只要精虫表现好，通常大概受精率都会有7成到8成之间。也许您10到15颗就足够，但反过来讲，如果未来的老公的精虫品质不是那么优，那么你现在就应该要考虑把卵子累积的数量再多一点。因为现代男人的精虫品质也真的是很不好。06年到现在，真正解冻卵子怀孕的目前占 3.5% 左右，也就是说现在大家还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。今天有卵子保存是没错，但是未来他要解冻卵子要怀孕，当然还是要考虑当时年龄的一个影响。因为毕竟高龄产妇甚至超高龄产妇，她还是会面临到可能会有早产、流产、高血压、糖尿病这样等等的一个并发症，在父母亲跟小孩这个年龄的差距上，也是大家必须要谨慎思考的。